Hello Sky，Hello，everyone，你 Hello，好。嗯，哎，你的头发真精神，好漂亮。主要是这个镜头比较舒服。嗯，对对对，大家好，嗯在线的朋友嗯们，大家好，我是 Sky。然后我今天和我的好朋友 Avril 一起连线，他是一个创业者，并且他最近在打造自己的个人 IP。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会谈论的话题呢是关于读书和旅行，欢迎大家在线参与。那我们就徐畅，你要不要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啊？嗯，我们还是直接从你这边开始，你先开始吧。嗯，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好，那那我们的 Sky 介绍一下。还是对，我来大家好，给你介绍。我是一个外贸人，比较喜欢读书和旅行。因为我和 Avril 也商量，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论一下关于读书和旅行的话题。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对这两个话题都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能碰撞出一些火花。首先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为什么会喜欢上读书吧。我读嗯书呢，其实就是喜欢上读书呢，有3个阶段吧。我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无书可读。我小时候我是80年代初的，我出生于湖南。那个我出生的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出生于乡下嘛，所以在农村里面，其实那个时候的读书的条件还是就是比较的差。没有什么书可以读，所以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我们隔壁的一个学校，应该算是听说吧，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去过那个学校，就是听说他们那边的孩子啊，那些学生，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老师会组织一个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小小作家班吧。然后这些小同学呢，就是跟我同样一样的那个小学的孩子，他们就可以参加这个班。老师呢是义务培训这些孩子，就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订一些杂志啊，然后辅导他们写作文，再把他们的作文就是投稿到一些杂志社，这样他们就有机会，比如说去发表文章，并且获得稿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嘛。我听说了之后，我就觉得好羡慕啊！我说天呐，为什么他们学校有这样的事情，可以去接受培训，可以去看，对，可以看。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书可以读的感觉，课外书啊，没有任何课外书。老师，我就感觉说，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如果我有这样的老师，我能够读到那些课外书，那我就觉得心里应该是特别特别的满足嘛。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书读，就特别的羡慕别人有书读的孩子。然后我就记得说，在大概是我的小学几年级啊，可能是3、4年级以后吧，或者4、5年级这样子的，我就去找我叔叔家的书。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以前读过的一些书，我就把他那种就是这种小人书，你知道那种巴掌大的那种小人书，然后就来来回回的翻，其实也没有几本，可能总共也就是4、5本那样子。然后那几本书就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翻到最后感觉都翻烂了，实在还是没有其他的书可以读。后来就怎么办？就把我叔叔的那个初中时候的一些教材，语文教材也翻出来了。翻出来之后，然后就看那个语文书，就觉得说，天呐，这语文书里面有一些故事，那就很开心，读到这些故事。这就是我最早的时候感觉想要去读书，因为没有书读嘛，就是那种渴望吧。就像那个上次分享的时候讲到曹德旺在他的那个自传里说的一样，因为他很小，就是初一的时候辍学了，没有书可以读，所以呢，他后面在他的整个人生里面，他特别珍惜去读其他书的这样的一个自觉的机会。那我觉得我可能也有一点这方面的原因，就是小时候真的是没有读书的机会，没有课外书可以看，所以呢，导致了就是后面反而就是对这个书的渴望非常的强烈，非常想要去读书。这就是我读书的为什么喜欢读书的第一个阶段吧。然后经过这么一个阶段之后呢，大概是
又跳到了上大学期间。上大学期间呢，我是去到了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我家是在湖南嘛，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河北的。那在河北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叫三河燕郊的一个地方。我去了那里之后呢，这个第二个阶段我可以说是就是输按经脉。怎么叫做输按经脉呢？可能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现在我们小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书不用了，就把这个书卖给那个收垃圾、收废品的这些人。那你那个书其实你买的时候可能很贵，但是你卖的时候就很便宜，你就是按斤卖给他嘛。那我说的呢不是这个意思，是新书按斤卖。当然了，我要等一会儿再给你解释，为什么是新书按斤卖哈。其实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语文老师，他叫郭子辉，他对我们整个班上的同学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就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同学呢，就是对语文或者说对文学的兴趣，都是因为这个老师而产生的。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文学作品，并且呢，他写字也是写得非常好的。我们在上那个语文课的时候，他的板书就是特别的让人惊叹。为什么说惊叹呢？就他的字虽然是粉笔字，但是他写在黑板上的时候，首先他是竖着写，就是他不是说我们正常从左往右写，他是从上往下写。然后呢，他写字的时候，我们正常来讲粉笔字其实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你没有笔锋，没有笔尖，没有这种所谓的顿笔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这个老师他在写粉笔字的时候，他都能写出毛笔字的感觉，就是他的一笔，比如说一撇，那他有一个起笔，然后有一个这个收，对吧？然后一竖提这样一勾的时候，它有一个顿笔，然后再往上一提，就是整个它的一个黑板上的手书，就是板书写下来之后，你会觉得就像是一幅书法作品一样，就特别的让人感觉到是一种很愉悦的感觉，看那些字就好像看一幅书法作品一样。当然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书法而喜欢上这个读书，而是因为他特别他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他讲到那个琵琶行吧，琵琶行的时候，他的那个语调啊，会让你感觉到这种一下子很急，一下子很缓慢，有时候又特别的轻，有时候又很重，那种声音的变化就像我们说的抑扬顿挫，就让我们的大脑里面突然产生那种嘈嘈切切，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所以你上课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真的是一种无上的享受，你会特别想要跟着他的这个语言去进入到作品里面。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喜欢上了语文，喜欢上了文学。那前面我刚刚说到的一点就是他还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呢一点呢，是他是会唱京剧的，他是一个票友。我们说爱好京剧的人其实在北方是很多的，他们很喜欢比如相声啊、京剧这样的传统艺术，所以我们这个郭老师他是很喜欢京剧的。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一些关于京剧的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他还会唱一段。所以他唱的时候呢，我们就哇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你真正的领略到那种字正腔圆，那种声音的变化之后，以及这个作品的那种他全心投入的那种感染力，你就会忍不住的想要去了解那个作品，那么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喜欢上他说的这些东西。前面讲到说那个书不是按经脉嘛，实际上三河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那个时候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全国的一个印刷的中心，就是很多的北京有很多的出版社嘛，那北京的出版社的书呢，它是放到这个河北三河来印刷的。那三河印刷了之后，就好像我们这边的工厂一样嘛，就像是他们是生产书，我们这边生产其他的产品。那生产书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有一些残次品，比如说书折角啦，书的某个地方印重啦，书的字印的不对啦，总之就会有一些这种小瑕疵。对，书就会被打下来嘛，就会从这个印刷的生产线上面打下来。打下来之后呢，他们
他们就按斤卖了，就按斤卖给想要去收这个书的人。然后很多人就会去到，因为离我们那实际上是非常的近嘛，就是同一个市，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去收这个书。收书之后呢，他们就会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市场，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在河北嘛，河北的那个市场就是农贸市场。农贸市场比如说卖水果呀、蔬菜呀、什么馒头啊，就是农副食品这些东西，卖衣服啊。然后同时就有一条小街呢，就是卖这个书的，就是叫小书市吧。小书市，因为这些书摊的老板他都是按斤买回来的这些书嘛，所以这些书就其实它的进价就非常的便宜，进价非常便宜之后呢，那他出售的价格也很便宜。那我们这个郭老师他实际上因为他很喜欢文学嘛，所以他经常会去淘那些书，他就在那个小书摊上面去淘那些最新出版的呀，或者他觉得挺有价值的书。他去淘了之后呢，他还会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哎，我今天又淘了一本什么好书啊，这本书怎么样。然后我们一听说，哇，老师淘了什么好书，我们去看一下，因为有些书它可能会有重复的嘛，那我们就想，哎，我们也去看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就养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那个时候经常大家就会去下课了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就会跑到那个小书市上面去挑那个书，就好像买菜一样，我们就是经常去买书，就很多同学啊什么的就爱上了读书，也就是挑到了很多又很低价然后又很新的书。因为那些出版社有些书比如说刚刚出版的，还甚至是没有上市的，就可能你在小书摊上就可能淘得到，因为他们已经从印刷厂打出来了嘛。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收获吧，就是你去书摊上总是能找到一些惊喜。这就是我读书的第二个阶段吧，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书按斤卖按斤买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因为这些原因吧，比如说特别是我们郭老师的影响之后呢，我们就很早的就知道了一些比较出名的文化名人啊，比如说像什么余华呀，然后那个王小波啊、贾平凹呀、莫言啊、迟子建啊、毕淑敏啊、余秋雨啊、林清玄啊这些人，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然后慢慢的我也会去读他的作品，就开始喜欢上了读一些文学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阶段受老师的影响，对我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吧。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阶段哈，第三个阶段实际上是跟疫情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一个是疫情，另外一个是说这个电子书的兴起，我开始读电子书。这些电子书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你打开一个 APP， 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去阅读，你不需要说一定要买一本纸质书，你也不一定说要去到图书馆。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会经常去图书馆，但是这些年我都发现我好像已经没有去图书馆的那个记录了。这个原因就是说很多时候开始看这个电子书或者是听书。电子书的话帮我就是把这个读书的这个数量很快的就提升上去了。那个比如说在过去的大概4年左右吧，我算了一下，看了一下我的那个读书的记录，可能做到了一个平均大概1个月1本的样子吧。就是以前可能很多时候可能过去5年或者10年也许就总共读了10本书，但是现在好像就是随着这个电子书的兴起的话，就会这个读书的数量会有很大的提高当然其实这个书就是因为电子书的方便，有时候也会加上这个读书的可能质量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下降。比如说这本书你不是那么喜欢你可能看的就比较潦草一点。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用听书的话，它有时候你一不注意它就跑掉了，就是这一段它就已经读完了嘛，然后可能你也不会特意再去把它就是拉回来再去听，那么这本书可能你听完了也就听完了。只有说一些特别不错的作品，你可能就会反反复复的想，哎，我想去看一下这个对，这本书里面刚刚讲到的那个内容是什么，我想再去回味一下但是有一些书因为时间可能你有很多的选择之后，你就会想说，哎，我这本读完了，我再去看下一本吧，下一本是什么，我想要知道下一本。所以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会比读纸质书会潦草一些，因为纸质书在你手上嘛，你可能读到100页的时候，你想看第15页你就直接翻过去，但是电子书有时候你就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那种欲望。
你会反反复复的去读。所以这个如果说大家也喜欢读电子书的话，也可以就是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是你认为很不错的话，可能有时候静下心来还可以再去回味一下，否则的话就是过得太快的话，可能你没有吃那么透吧。对，这是我觉得电子书对我的一个帮助。而且在这个时候看电子书，我觉得就是我涉猎的面会更广一些，因为电子书它的范围不像我们纸书嘛，有时候你要买啊，要等啊，然后有时候你会衡量一下说，这本书值不值得买，你可能会犹豫。但是如果电子书的话，很多时候你又可以免费得到这个资源，那你可能就会不同的那个方面的书你都会去读，不管是说文学类的呀、经济类啊、商业类、什么科技类，然后育儿啊，然后其他的这些艺术类，就是你可能都会去涉猎，就是你的范围可能会更广一些，就会打开你的这个知识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子书也是挺好的一点。然后读电子书大家还可以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可以去找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书单。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很不错的人推荐你一个书单，或者说一个很不错的，像有一些那个商学院也会有推荐的书单，那如果商学院推荐给你的很不错的书单的话，你是可以长期收藏，可能你可以读个5到10年。它有很多关于比如说经济学的呀，然后然后有不同方面的，它会管理学的、经济学方面的，然后心理方面的，然后还有商业知识方面的。还有或者比如说像大家很感兴趣的关于这个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财商啊，或者是这个股市啊各个方面的这些更热门的一些话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些好的书单的话啊，或者是你就可以把它收藏起来，然后有计划，并且就是按照一个顺序吧，比如说你想要就某一个领域去进行一个特别专注的一个学习的话，你可以把那个清单上的书的话都依次去看一遍，这样你可能就对整个的体系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然后同时就是如果说你不是说对某一个领域有特别大的这种兴趣或者是需求的话，你可以就是像我们读书会这样子，经常俱乐部的读书会会有不同的爱好的这个会员或者是非会员，他会分享他喜欢的书，然后你在听他讲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就是特别让你想要心动的书，那这个时候你把它收到你的清单里面开始来阅读。那读了之后的话呢，你就会想说，这些书对于我来说是不是同样有帮助的？如果有帮助的话，你可以从这个推荐人，特别是一些就是经常读书的推荐人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读书会里面的伊万卡呀这样子的，就是特别爱读书的，他推荐的书一般会比较有价值。那么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这些人推荐的书，然后把它收到自己的囊中，在读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看一些评论，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评论的话，评论的里面也很有价值，就是有一些人会在评论里面提到其他的书籍，那提到其他书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挑一些你觉得也挺在理的这些书籍，或者说你特别感兴趣的啊，把它作为一个副产品吧，作为你的下一个的一个拓展阅读。所以我经常也是会比如说看了 A 朋友的推荐之后，然后底下可能他的那个书里面又有其他人推荐别的书，好，我就又拓展到这个 B 本啊或者 C 本啊，或者是某一些作者他自己在写自己的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在书里面提到对他影响很深刻的书，所以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就是我觉得读书我为什么喜欢读书的几个阶段吧。就第一个阶段我会觉得说是因为小时候没有书可读，所以就让我觉得很渴望去读一些课外书。然后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老师非常喜欢读书，他又特别有个人的魅力，我感觉到他推荐的这些书，或者说他跟我们讲过的这些知识，我们特别愿意吸收，特别愿意想去了解，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作品打动了他，那我们就跟着去开始去读书。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更加自由更加自主的一个阅读，就是因为电子书的兴起之后，会因为这个涉猎面更广泛而去读不同类型的书。
这就是我大概读书的3个不同的阶段吧。所以现在我聊了这么多了，聊了20分钟了，我想问一问艾薇儿。好，艾薇儿，你来讲一讲，你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是你平时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啊？或者说，你读书有什么样的心得啊？你刚刚我还沉浸在故事里面了，真的有很多收获。你刚才提到这个，我也想接着你这个说一下，就是我当时看那个《巴马演义》，就是巴菲特的，跟那个《巴马演义》那本书里面，就是讲到各种那个证券分析啊，然后怎么看财报啊，七七八八的，然后这个里面的人物、里面的书籍，我当时看完那1、2本，然后我就又买了好几本，就是连着这个里面，你就会看到，你就很想去了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讲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看一个人的书，只要这本书里面讲的东西多，你其实上会带出一串的书过来，然后你都想去把它看完，而且他讲的东西也都在一个范围里面，会更集中，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对，我记得你分享过那个查理芒格的那个书，以及那个巴菲特的书。你觉得就是像他们这2个人，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他们的书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为什么他们会吸引你啊？主要还是因为可能我自己也做公司嘛，那我就会对公司的管理很感兴趣，因为其实投资它的底层还是怎么把公司做好，所以我会喜欢去看他们去跟投资哪些公司啊，然后这些公司的里面是有什么原因呢？然后其实它的底层架构全是一样的，它总是人呐，然后就是公司的底层的基本面呀，还有就是通过哪些很优秀的人去通过他的加入，然后把这个公司从这个不好的地方然后就转上去，然后有一些公司它为什么做的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我就很喜欢看这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之前还有那个大败局，它有上下两个也讲了很多的类似，就是也会带出一些当时的文化背景。巴马演义的话里面就是每个不同的书会有它的风格，然后他们2个人也有不同的性格，就是有巴菲特的感觉就是工作狂，一天到晚他除了工作他就是工作，而且生活上面他也没有什么不是没有追求，就是没有太多的个人那种欲望，然后他就是认认真真努力的干活。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老婆花了一些钱，花了1万多装修了一下房子，他可心疼了，他就说你知不知道这个钱在我们未来可以变成多少钱，然后你现在把它花掉了就没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特别会生活，然后对家人老婆都特别好，然后他也会玩，又会有很多兴趣爱好。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就他们2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巴菲特他很认真的去专注他的内容，他就会在投资上面去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经验，而且在公司管理做得非常的出色，就是一个领域做到顶尖。然后我觉得所以这个就是他们2个，另外一个就比较多元化，然后他们2个就特别互补，而且性格也特别好，我就很喜欢他们2个，个人魅力都很强。是我也看过芒格的那个《穷查理宝典》，我也觉得芒格他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特别就涉猎面特别的广，他不仅仅就是说只专注一个领域，比如说只是投资方面或者商业方面的知识啊，他的这个知识面真的是非常的广。然后巴菲特呢就特别的专注，我记得李路的那本书里面有提到巴菲特嘛，他就说到巴菲特就是他去见巴菲特的他见芒格的时候就是有第一次嘛，然后芒格是比他早到，然后第2次他就想不行，我得比芒格早，然后他又提前了半个小时，结果发现芒格又坐在那里已经在看报纸了，然后第3次说不行，我一定要比他早然后他再提早，我记得最后他好像是可能提前了1个小时还是多久才终于就是比芒格早，而且芒格当时进来的时候看都没有看他，因为时间还没到嘛，就自己坐在那里再继续看他的书，好像没有看见他一样。对，我就觉得说其实这里面有像芒格和巴菲特是非常专注的人，就是他们
会专注于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有时候他不是很特别不受外界的打扰。他们为什么一直会在那个小镇里面待着嘛？他们就是说不太希望受到华尔街的这个影响，因为华尔街会影响他们的判断。他觉得说，如果我在这个一个小地方，我的信息相对闭塞一些，我反而不需要去听那么多消息。那就像可能有很多人投资股市也是一样嘛。如果说你有很多很多的消息，一会儿你看 K 线图，一会儿你去听什么哪个财经报道的某个消息，你可能就反而说你无法做决策，你不知道说哪个东西是更好的。如果你能屏蔽掉这些信息，专注于像你前面说到的，比如说这个企业它到底是不是值得买的，那可能你的决策会更加的准确。当然这个也说不清楚，因为现在的这个就市场没有一个人能够判断，只是说可能你在市场里面会更加淡定一些，哪怕你是亏，可能你不会说那么样就是一下子想要卖啊，或者说坐不住了啊，至少是说你的这个心态会更加的淡定一些啊。所以我是看了他们两个人对，看了他们两个人的书之后有这种感觉，就会觉得说他们的心很静，能够静下来去思索这些商业的本质的东西，然后再去做决定。如果一旦做出决定，不管是对错，他都能够承受这个决策的一个结果，因为肯定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做出的决策是对的嘛。巴菲特也说了，他其实有很多决策都是错误的。其实人都会犯错误是吧？也不是神仙，也是正常。对对对，没错。但是他们两个人心态都特别特别好，我很羡慕他们俩的心态，真的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就是都对自己对他人也都很宽容，然后也允许自己去复盘。就像他们，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写给股东的信，它里面就是所有的都是很诚实啊，我们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放在台面上，大家也可以来批评我们没做好的，都 OK， 我们都全盘接受，然后该改正的改正。我就觉得这个很难的，其实真的很难做到，因为很多的大家都有 bias， 很容易就是说，哎，你看我们去年做的多好，很容易去把它去弄得很高，就是去觉得自己很不错。我觉得很难这样的态度。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愿意把自己最优秀的东西拿出来，或者最好的东西说出来，不会去说，哎，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好啊，或者我的缺点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这样子去做，但是芒格就是很说，如果我知道错的哪个，我会在什么地方就是摔倒的话，我坚决不去那个地方，对吧？所以他很多时候就是会去研究别人为什么会失败。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想，哎，我怎么样做才能成功啊？那他就觉得说，我要有一个逆向思维，我要去研究别人是怎么失败的。如果我知道别人怎么会踩坑，那我就不去踩那些坑，我肯定至少不会在那个坑里面摔倒。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一个是正向思维，一个是逆向思维，会对我们这个思考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对一个思维方式。除了这些商业的书，你平时还喜欢就是看其他的什么类型的吗？我记得你上次说到有一本好像是讲解剖的还是什么身体结构的。对，我忘了那本书的名字。有一次我是去后面，我本来说把那本书带给你的，就后面有一次后面马上就参加一个也是一个什么会议，然后我就拿给了 Gary， 因为我觉得那本书真的挺好的。然后里面就是有讲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也就是说一些人体的结构，还有就是也讲到一些案例，比如说一个人他被别人谋杀了，然后呢别人想造成一个这个人是自杀的假象，就把他扔到河里去。但是他们其实就是做解剖的时候会去看到，如果说你正常的一个人，如果你是窒息而死的话，你的肺里面或者说有没有积水等等这些，他们会去看你的，就是通过你的描述和你的人体的这个正常的一个这个流程，就是如果说你是真的是要被人捂死的还是怎么死的，他这个里面就会有讲到说这个就是人体的一些知识。然后但是它里面其实是讲了很多他的亲身的故事，就是家庭的。因为我家里面也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我会其实看着是有点难受的，因为你会想到自己家人的一些情况。但是我觉得这种书是很值得一看的，因为生死的话就是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就是
每个家庭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以后老了，我们父母亲肯定在我们前面走，这是人的自然规律。我觉得多看这一些会对我们对生死有一些启示。具体名字我还真记不起来，回头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我再查一下，然后再发到群里。那本书很小，但是很有意思。对，很特别的一本书。对，说到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的话，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读书会读一些很特别或者说很意外收获到的书。正常来讲，可能我们会按某种类型的书去读，但是可能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在书店里面看到一本，哎，这本书怎么这么有意思？看起来这个名字很奇怪，然后就去捡起来读，或者是电子书也是一样的，你会在它的推荐里面，你看到说这本书好像很有意思哦，很奇怪哦，然后你就会去读。所以我觉得读书确实挺实我就是在多抓鱼里面淘那些我平时想看的书单里面，他自己跳出来的一本书，然后我就觉得有意思，然后就买回来看一下。我到时候再把那个放到那个留言里面查一下，放到留言里。所以你也是会用多抓鱼去买二手书，对吗？对，我之前买了好多，这个是大胖Max 介绍给我的，然后我发现原来还可以这么个方式买书，又便宜又好，然后我就会迷着，每次一买一大堆，但是我看起来也没那么快，然后一本书特别精看的话，其实会看得比较慢的。好啊，对啊，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确确实实是一个让人很愉快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去读书，就是我觉得像那天伊万卡说的一样，他喜欢画画嘛。因为画画的话让他感觉很放松，让他觉得自己就是很愉悦。我觉得我读书也是这样，如果说这个书你看完了之后，你得到一些惊喜啊，或者得到一些知识，或者你得到另外一种体验，你就会特别的开心。这个没有什么目的性的，就不是说你为了像我们平时如果是小时候你为了考试你必须要去学习，那你就会觉得很累，因为你不学出个结果来，好像就对不起这个上的课，对不起老师教你的东西。但是你看书的话，其实目的性就没有那么强，你只要是说这个你自己开心，那就挺好的。对，你说到为什么我喜欢读书，就是我也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只有那个故事会跟什么老夫子，那老夫子很搞笑啊，然后还有读者，真的是没有什么书看，就像你说的，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就是看《西游记》，就是那时候只有名著，什么飘啊，就是那些名著才可以看，然后其实也看不太那么懂，我觉得没有现在看那些书印象就是那种感受那么深刻，以前看的也有一些不太明白。但是你就觉得看书的话，就好像在看电视一样的，在看这些人的生活啊，然后那些背景啊，我觉得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有一次在大学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在武汉读艺术学校嘛，那个时候是在学那个画画的，然后要考试，就是那时候在那边我就老想去看书，然后有一次真的手上就2块钱。然后我就1块钱去1块钱回来，在那个武汉理工看了1天的书，我就觉得看书可以学很多东西，就是会给你很多力量，就是我觉得知识就是力量，就是它能够给你很多的，你能够知晓这个世界，然后能够你自己没有经历的事情，但是你可以从书里面去了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神奇，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棒的一块，然后是的，哎，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旅游吧。因为时间也差不多过半了，我们现在聊一下旅游啊。其实关于旅游的话，我记得印象当中，就是我是很小，大概初2的时候我就离开我家乡，然后开始出门这也不能叫旅行吧，就是如果说只能说算是离开了家乡，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我觉得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去我河北的同学家，我的同学家呢也是在农村嘛，那个时候去了他们家之后，就是真正了解到很多新奇的东西啊，比如说炕，你知道北方很多的故事里面或者是电影里面都会是所谓的就是北方人睡在炕上嘛，
对，然后我第一次就知道什么叫炕，炕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它实际上分成2个部分啊，一个部分是前面就是外屋，一个是里屋。外屋是什么？就是厨房的部分，厨房的部分呢是它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圆柱，不是一个正方体一样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你想象一下，其实南方的可能那个以前的农村的老式的灶台可能也差不多，就是它砌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形状，然后在顶上开一个这个圆孔嘛，开个圆孔之后，因为它要上面放一个大锅子坐的那个就是这个开的这个孔上面，然后底下还要留一个门，对吧？留一个大概方形的这样一个或者是圆拱形的这样一个口，留这个口，你可以把那些柴火放进去，柴火放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点火嘛，点火然后就可以煮你锅里面的吃的东西炒菜啊，或者是煮什么稀饭啊，都可以用那口很大的那个锅。同时呢，它这个火，因为你烧火的时候肯定会有烟嘛，那它的烟是怎么样？并不是说你拿个烟囱就排出去，它是这个烟呢，就通过这个一个走一个通道一样的，它就进到那个里屋。里屋就是砌成一个也是长方形的一个长方体吧，然后这个烟就可以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到这个长方体里面。进入长方体里面之后，等于长方体就是我们所谓的床。你想象一下，它就是你的床之后，然后你可以在上面铺被子呀，干嘛的？那个就是炕，你睡的部分呢，就是在那个这个里屋，就是炕。那外面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你烧炕的，因为你要保持你的炕的热度嘛，你要在外面烧火完了，这个烟或者还火苗什么的，它就会有一部分会过渡到这个里屋去，然后你里屋你的卧室里面就会特别的暖和嘛。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同学家里面，就是睡在他们家的炕上面，几个同学一起嘛，就睡在那个炕上面，然后觉得好新奇啊，就是第一次觉得原来炕是这么样一回事，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在他们家吃完饭之后，有时候我们就在那个炕上聊天嘛，盘腿坐着，就像那个农村的老太太老头一样，就盘腿坐在那个炕上面聊天。聊天的时候呢，我那个同学的爸爸他特别可爱，虽然那个时候其实他年纪已经应该也有可能50来岁了，我估计啊。他就那个年代流行一种鞋子，也是高跟鞋，但是那个高跟鞋是什么样子的？它是就是前面和后面是同样的一个厚度的，但是它的那个就是不像我们现在就是前面是矮的，上面是这样子的一个坡跟嘛，它是一个平的。然后他老爸就特别好玩，他就把我们其中一个同学的那个鞋子拎起来，然后他拿一个那个卷尺来量，他说这个鞋子有12公分哦，好高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老人家好可爱啊，就是大家都在那个炕上面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们就觉得说哇，他爸爸肯定特别有意思，就是有点那种顽童的心态嘛。除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也还看到他们就是做那个手擀面嘛，因为你知道在南方我们吃的都是挂面，就是只是看到那些面条加工厂把那个面条挂在那个杆上面，对吧？一条一条的挂在那个杆上面，然后完了像收衣服一样把它收下来，这个剪成一节一节，然后就是挂面嘛。我们在他们家就看到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手擀面，比如说你和面啊，然后你揉面啊，然后又怎么洗面，然后再给它擀那个面，把它擀平了之后，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切成一段段之后呢，再把它拉，就是做我们像那个兰州拉面一样拉完了之后，然后就成了一根一根的，然后哇，对，然后这个原来手擀面是这样做出来的，真的是手直接就是这样擀出来，就成了一条一条的，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就是以前在南方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嘛，就觉得哇，什么炕啊手擀面啊，这第一次体验。并且呢，你知道北方人肯定是包饺子的嘛，我们就第一次学会了怎么包饺子。虽然说那个擀皮啊，或者是和面啊、和馅儿啊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没有学会，但是饺子呢还能够包得像模像样的。到南方来了，回来南方之后就可以唬一唬人说，你看我也会包饺子，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我在我印象当中就觉得说，这可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旅行，去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你体验了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啊！这就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吧。我不知道 Avery 你呢？你觉得你就是在你的
印象里面哪一次算是你第一次真正的出去旅行，或者说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旅行地呢，或者是一次旅行？我去了也是蛮多地方，然后那个时候要是去了印度就会做飞饼了，厉害厉害。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一次，就是去泰国带我爸爸过去，然后就特意安排了很多的节目。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俩去，因为我们是自由行，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一过去就是那个落地签，你的签证他就不让去，排队排老长了，大半夜2、3点钟，因为就是为了便宜的机票。然后我当时就说，排这么长的队，我们现在大半夜累死了，不可能这么久哈，等几个小时。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插个队吧。刚好有那个旁边旅行社人家在排队，他那旅行社的就快一点，因为他们有那个领队嘛。我就塞了，我记得我们2个人就200泰铢，那时候就也很便宜，就好像才20块钱一个人，20块钱。然后就给了钱给他，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快，就10几分钟就过去了。我爸说：“哎呀，你们年轻人还是脑子好使一点，就是走了个捷径，跟着那个领队过去了。”然后呢，当时就带他去了，我们去了曼谷，就我还特意在曼谷订了一个比较好的酒店，400-500块，然后在那里住一个晚上。我心想，哎，带爸爸去得让他享受一点好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个里面有个自助餐。然后自助餐倒不贵，99块钱。然后我爸就特别开心，就是在那个，就比如说平时他老在工厂里面上班嘛，一下子就去到那边这么多好玩的，晚上他就出去压马路啊什么，他都很开心。然后他吃了没多少，他就吃不动了。然后我比较能吃，我就吃很多。我爸就说：“哎，你这个女孩子怎么吃这么多？你别把肚子撑坏了。”我说：“我还没吃饱呢。”然后自助餐嘛，我就挺能吃的。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就跟他一起，他就是自己会去外面去，那边有比较多的那些庙啊，就是佛的那些逛逛，然后他就自己去逛逛，特别开心回来。然后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后面我们去到那个，我们后面就去了清迈，去到清迈呢晚上。大半夜就有一次就跟他聊天，我就跟他说，生活上面呀，就是家人啊，这个那个，平时的话就是很少跟他聊天的，然后就难得有一点时间，2个人就跟爸爸有点单独的时间这样聊天，就印象比较深刻，很开心。然后那个小旅馆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蟑螂，当时我去住的时候，把我吓死了，因为我这个人最怕蟑螂，然后我当时恨不得马上换。但是我爸爸是一个很宽容的人，他就觉得说，都住进来了，而且大家也都是比较好的朋友嘛，然后好，这个事情就放下来了。然后呢，就带他去了，我们就去了，有一个是铁路摆摊的地方，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就所有的那个店都在那个铁路旁边，店铺都在一个铁道旁边，然后呢，大家都摆着摊呢，然后突然那个铁路要过来了，火车要过来，然后所有人就把摊立马几分钟收走，然后就等着那个火车穿过，然后再把东西摆回去。我印象就很深，就特别有意思感觉。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我爸爸一起去，带他去那个我们去看大象，然后就是去帮助去跟大象一起玩，他就特别的开心，然后就给大象洗澡啊，给他喂香蕉啊。然后里面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喂养大象的这个是一个外国人，好像是印度还是哪里，然后他就说，这个因为有一个大象，它老是就是它一直在走路，它的脚就一直在跳舞一样的，他说这些大象它其实很惨的，就是老被别人殴打，然后要去做这些项目，比如说要画画呀，或者是要对，要工作，而且他是别人就是让他听音乐跳舞，所以他现在就算没有音乐，他也会这样一直走路。就听得很心疼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比如说我当时看了一下评论，就是说我不去做伤害大象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去。我们那个就是给大象洗澡，没有吃的，就不是什么对，有的就是逼他画画或者是载人，所以我就是印象特别深。然后还去了一个海线，就是很漂亮风景的地方，就是那一次是我跟我爸爸应该是唯一一次。不是，就是出国的一次旅行，然后，真的是就是很美好的记忆。我觉得想想他特别开心，我也觉得特别的值得，就是很开心花了那个时间。是的，跟家人一起出门总是非常开心，尤其是你让你老爸他第一次体验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就是
特别特别值得。我也是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都要多陪陪家人。只要是，尤其是我们希望这个假期能够早一点来临，不要再受这个疫情的影响，能够更多的机会出去玩一玩。我来讲一个也挺有意思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大概是在2000几年，就是还比较早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去了云南嘛，然后去云南，我们当时有一天的行程是要去其中的一个教堂，叫做次中教堂。去次中教堂的那个路上呢，实际上我们是一行人，大概是坐了一辆那个越野车。这个越野车上面可能是坐了，好像是6个人左右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是6个人左右。这样的话呢，在路上的时候，本来我们应该是将近中午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到这个教堂，但是我们到了1点钟左右，就都还没有看到教堂，好像也没有看到教堂的那个路标什么的。所以我们就问司机说我们什么时候到教堂啊？然后司机说可能我们刚刚已经开错路了，所以呢我们先去吃饭吧，吃完饭然后再去找回那个教堂的路，再回去找了一条路去找到那个教堂嘛。然后那好吧，那我们就只好先去吃了中饭。吃了中饭之后呢，可是我们试着往回找了一条路，就一直没有找到。我们发现我们就迷路了，那个司机迷路了呢，路上我们就看不到那个路标了，因为毕竟其实在云南那个时候还没有说非常，我们去的一些地方也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嘛，它不是说那种很大众的一个景点，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景点。那我们就发现说，路标好像也看不到了，前面也没车了，后面也没车了。最糟糕的时候，本来我们出发的时候那个上午都是阳光普照，就是天气很好的那个状况嘛。这个时候那个太阳也不见了，乌云就开始多起来了。乌云座其实你不知道，在云南很有意思，就是它可以一天的天气里面温度变化特别大，然后突然之间就感觉那个温度也降下来了，就是越来越冷。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车照着这个山路一直绕啊，好像没有尽头一样。就突然之间那个雨巴拉巴拉的就是打在我们的那个玻璃上面嘛，然后我就看一下手机，好像没有信号，因为其实很多山区是没有信号的，好像其他人也偷偷的在看手机，好像也没有信号。就是虽然大家没有交谈，但是感觉得出来就是对，就是感觉出来好像大家都有一点有点担心，就突然之间那个空气就变得非常的紧张，每个人都不说话了，然后那个雨呢又使那个玻璃窗就起雾了，因为它又开始变冷嘛，就感觉那个你有点看不太清外面的那个景象。就你那个车子越野车有时候在路上稍微颠一下，就是颠的比较重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噪音好像突然把我们就是坐着的人好像突然这样吓了一跳那种感觉。司机呢也没有说话，司机也没有说话，他继续就是开车往前走。我们也不知道就是翻了多少座山，也不知道就是翻了多久的山啊，来回的走啊，对，然后不知道到哪里了，我们就提心吊胆，一直提心吊胆，然后终于就后来看到了有一道光从天上这样射进来，穿过那个乌云，然后再慢慢开的时候，就是那个光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就终于又看到了那个天空。虽然说那个时候也没有阳光，但是基本上你能看得清外面的世界嘛。雨也停下来了，我们就觉得哇，谢天谢地，好像又活过来了一样，就感觉前面那几个小时都不是自己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子挨过了几个小时。对，心里特别的担心。但即便是后来这个状况之后，那个雨是停了，后面还是有好几个小时。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可能5、6点钟了嘛。司机其实已经是我们是从大清早就开始出门，就是6、7点钟，6点多钟就开始出门。他已经开了一整天的车了，除了中午吃了一顿饭，他就不停的抽烟，就是让自己醒着嘛。对，他要自己醒着，因为别人又不会开那个车，就是他只能他一个人开，没有换班的嘛。然后我们开始不是一直不说话吗？突然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很活跃一样，我们就开始装着自己很活跃，我们就开始说，哎呀，大家来讲个故事吧，讲讲我们听过的什么故事啊，有什么好玩的电影啊，对，然后我们就想说
我们如果一直讲话，我们自己也不会睡着嘛，然后那个司机也不容易睡着，然后我们就讲故事，甚至有一个人还讲了那个入殓诗，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讲那个日本的入殓诗，因为那个场景就是给人感觉非常好吓人，对，也不是说吓人，就是你很忐忑的那种状态，所以你会特别的，就是紧张，你会特别的屏气凝神的想要听到下面的故事是什么。这样的话呢，后面终于大概是讲了3个小时，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电影，我们就终于到达了那天的目的地黎明。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云南的天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它那边实际上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天亮的，应该他们是天亮的也很早，然后天暗的也很晚，所以9点钟的时候其实还是不是，幸亏不是那种完全漆黑的状态嘛， 8点钟的还是亮的，对，7、8点钟还是有亮光的，所以我们9点钟到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恐怖。如果说是那种半夜那种深黑，就是很黑，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夜的话，可能对，那后面几个小时可能就更害怕，因为基本上我们是从从南沧江到金沙江的那一条路上嘛，实际上那条路本来也比较险，底下都是悬崖峭壁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次的话，大家都还是挺担心的，就是担心会出事情嘛。不过我觉得可能旅行就是这样子吧，你可能有时候会带给你惊喜，但是有时候也会带给你惊吓，总是能够开启一些未知的世界，让你探索到一些你平时可能没有机会去接触到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旅行还是挺吸引人的，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被惊吓到的故事？我也有一次，就是去那个香港的麦理浩径。那个也很长，就是我们直接是打车打过去了，然后从那个山上一直爬到顶上，然后又很远，就是经过崎岖的山区，然后到最后绕来绕去，然后你要再回来，但是它就只有一班车，那个公交车，我们就是差点没赶到，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山中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地方我们想过去，然后那里有那个牛，我们就不敢走，然后就是有牛，我们就怕那个牛踩我们，然后就很害怕，就是因为就还有那个桥，就只有一个桥瘦瘦的，然后那个牛在前面走，你就不敢走，然后就得跟在后面等它，就很远的等它走了，然后你才敢走，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那一次我们是一起去的吗？我们那次是一起去的吗？好像不是哦。应该不是，是对呀，我也觉得另外的一个朋友。但是你经历的这些我全部都经历了。我们也是到了那个麦理浩径，对，没有车，真的是没有车，我们等了很久，就是他又要你拼，就是有时候到了最后大家都有点抢那个的士车的那种感觉，就是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大家就在说我排在前面的，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印象也是很深刻，也经过了你说的这个桥，独木的那种感觉，那种桥，然后也碰到了那些牛横在路上，我们就车要等那个牛走过去，而且还有狗，是不是啊？对，我们还在山上，还有狗是吗？有些人扎帐篷嘛，那个牛还在山上那个帐篷旁边，然后他们又在那个马路上面，反正总之就是司机都是很老实的排着队等那个牛走过去，然后司机才慢慢的开车，否则的话就是你就老实的，如果他在那吃草横在当中的话，你就等。然后我又说，我说香港司机非常有素质啊，都在等那个牛过去，然后他们好像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所以都会让这个动物先通行。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我感觉好像似乎跟你同时去了，虽然不是同时去的但是我们经历的那个故事是一样的，差不多。对，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片沙滩特别漂亮，然后没人，可爽了。对，人很少，干干净净的又没人。是我们也是去了就是那一次好像还在那里，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次有一次我们在香港还扎营呢，就是那个露营，住在帐篷里面。当然那个其实住帐篷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看起来很美好，但住起来其实没有那么舒服的事情，因为帐篷里面还是比较闷热然后加上就是说如果有很多人都在同一片区域扎帐篷的话，任何的人的走动声或者是什么，就是在沙滩上这样，因为有些人可能睡得早，有些人睡得晚嘛，
那实际上对你都是会有影响的。如果说是想要体验一下，我觉得扎帐篷可以体验一次，但是如果真的说舒适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住帐篷没有那么舒服。还是要注意安全吧。因为之前那个叫什么《人生有我》里面就讲到他们出去外面的时候，不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熊还是什么过来，然后把他们吓坏了。对，那看什么地方了，就是对，在国外的话，有一些地方可能它还真的是蛮危险的。但是如果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在公园里面，就是我深圳的公园里面扎帐篷，倒没有什么太大危险。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不要去把自己的垃圾留在这个草地上，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去扎帐篷都是为了去就是晚上一起就是消遣一下啊什么的，那可能会带吃的呀，对啊，会玩啊，会干嘛？那重要的还是说要保持清洁吧，我觉得，危险性倒是很低很低的。这个也算深圳的一点特色吧，我们把东西带上出去玩。昨天跟三里说起来，好想念红树湾呀，好想念教场尾。对，要跟你早点回来，早点回深圳，我们一起去玩。哎，话说之前莉亚在这边做的时候，我们不是经常出去玩，然后也很多次就是蛮有意思的一些旅行哦，就是有一些小沙滩啊、海滩啊，还有一些，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在惠州那边，不是有一大片那个就是叫什么油菜花一样的，很漂亮哈，那些地方。是的，其实海边来说的话，肯定深圳、惠州这些地方都还是有蛮多值得去的地方。所以如果说那个像现在天气其实也挺凉快的，去海边的话也挺好的，不会那么暴晒。如果夏天的话呢，就有点太晒了，很容易晒伤皮肤什么的。所以呢，这个季节是去海边玩的好时候。我们好像本月底也可能俱乐部也会组织一起出去玩嘛，所以到时候看有想要去玩的话一起去。看到萝卜哥说22号要去西充了。对，哎，对，我记得还有一次你们不是去了日本，我记得大熊。那一次你们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分享一下？去日本的话有很多挺有意思的东西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没有我想象，就是没去日本之前，我会觉得说日本人的饮食是非常健康、非常丰富、非常怎么样的。但是呢，去了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感觉可能中国的饮食更丰富一些。其实日本人他倒是有些方面吃的还是蛮健康，但也不全是吧。比如说他可能他的吃的东西有2个大类的，一个是就是像寿司这种嘛，就是他日式的这种非常新鲜的食材做的东西。但同时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你的日常像我们快餐式的这种吃食的话呢，食物的话它很多时候就是一些炸的，或者牛排啊，或者是炸猪肉啊，那个猪排啊，或者是鸡排啊这样子的，反而没有，我以为这种是比较西化的东西嘛，那实际上它可能它的快餐类的东西里面的话，拉面，然后像这个刚刚说到的炸鸡排、炸猪排这样子炸的这个东西，感觉不太健康，是不是？哎，对，它的青菜不像我们不是基本上喜欢炒青菜嘛，它的青菜很多，要不然就是吃生的。比如说像那个就是像西餐里面有点像那个沙拉这种的，他一般吃的蔬菜很多时候就是给你上一份沙拉，也就是冷盘的这个蔬菜，他不怎么像我们说一下子给你炒一大盘子青菜什么的，几乎没有炒青菜这一说，就是沙拉，然后很多就是一些小菜啊，它的小菜有点像韩国的那种，你像你说的那种韩国的一份一份小小的它有很多的类似于泡菜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它会有什么笋啊，然后但跟我们也不太一样，我们这边比如说你拌就是像那个莜面村的那种，或者是面点王那种，对，拌什么拌凉菜这种啊，它也还不太一样，它是有点类似于韩国那种泡菜性质的一些小菜，但是他们那边呢人呢吃的很就是这个
它的寿司这个方面还是很新鲜的。我们去吃寿司的话，它很多时候就是现给你做嘛，比如说你一个鱿鱼须啊，或者是什么三文鱼啊这些东西，那它可能就是鱿鱼，就是一个刚刚看下来是好像是活着的那种鱿鱼须，新鲜的，也好像没有做什么处理，就给你切成一段一段的，给你铺在你的就这个饭团上面。刚开始可能有些人就会担心，那我吃了之后会不会拉肚子啊？看着那些东西好像就是菜市场刚刚买回来，然后切一下就给你放到那个饭团上面，会不会吃了拉肚子啊？但是吃了真的，我们一路上吃那个寿司倒是真的没有拉过肚子，没有说这个食材它其实是煮熟了的，是不是啊？生的，就是生的，没有煮的，生的。对啊，然后刚开始我们是会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吃拉肚子啊，但是我们去了都没有人拉肚子，没有因为吃这个寿司而拉肚子。我们在其中的有一个日本比较出名的一个叫做美山町的一个地方，它是日本一个很出名的山村之一吧，就是特别有特色的那种乡村。那个美山町里面的话呢，我们去的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啊，因为我们去的是3月份嘛，它那个时候樱花是还没有开，只有周边的话是有一些梅花，其实梅花也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能够等到那个樱花开的话，就会是最美的时候。樱花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到3月底啊、4月份啊才会有，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樱花。但是那个美山町的那个主人他是游客也不多，我们去的时候除了我们一行人和就是另外一家人，总共等于就是2拨人吧，2拨人在那里，我们就独占了那个小的一个乡村的这个酒店一样的那种感觉。它那个里面呢，一进门之后呢，它的房子是这样子的，就是有点像那个这样子一个人字形的那种搭的一个结构的房子，它上面铺的是一些就是他们当地的那种稻草一样的。可能大家比较难以想象，到时候我找一下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特色的一个房子，就是它都是那种类型的建筑。它进去之后，这个小旅馆里面呢，首先是生了一堆篝火，就是有那种好像西方的那种那个壁炉一样的，但是它不是壁炉，就是好像那个空旷的地方搭起来的一个篝火，然后它很高的一个层高，就是你可以整个看到那堆火就是一直往上，就是一进门就感觉哇，然后有一些沙发呀，有一些书籍啊什么的，你一进去之后就感觉到很温暖，就好像你进到了一个小木屋一样。然后它也在进门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熊的那个造型的，就是应该算是一个标本吧，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就给人感觉就是到了这种乡间的感觉，然后又很温馨还可以去泡温泉，然后可以在那里喝茶，然后他们的那个餐食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点了他的那个餐，虽然不便宜啊，但是他上来的就是按他日餐的这个习惯，一道一道的上来，我们感觉到就是吃的那个寿司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特别的新鲜。然后它的那个摆盘也非常的漂亮，就是它每一个这个寿司上来的时候，它可能比如说一朵花的这个形状，然后寿司捏出的那个颜色，搭配这个盘子，搭配它的小的那个树叶的装饰，然后再搭配这个食材的本身它的那个口味，你吃了之后你觉得确实是一种享受，你很想要再去那里去体验一下。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那边的那个温泉嘛，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人，所以我们是独占了那个温泉。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去就是说日本泡温泉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嘛，就是你要裸泡。那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其他人嘛，所以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就是他们这个习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哈。我们反正就是自己裹着那个像我们中国一样就裹着毯子就进去了。但是按我们以前的攻略来说，他们好像是要求是你是不应该穿着泳衣对去泡温泉的。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听以后的朋友来解释一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吧，我们也没有体验到。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在那个京都博物馆嘛，京都博物馆那一天的话，就其他的小伙伴们碰到了那个高晓松。当时我应该是没有在他那个小伙伴旁边，然后他跟我说，刚才我看到了高晓松。我说高晓松啊，我很喜欢他的节目啊，喜欢他那个小说，我听了他很多期的节目，
本来我想说，哎，要不我们去找他去拍个照啊，或者什么签个名之类的。后来他们说，哎，算了算了，不要了，我们又不是那种喜欢追星的人，就算找人家签个名、拍个照，又有什么意义呢？哎，后来想想也是吧。所以的话呢，我们就错过了一次和名人合影的机会。虽然看到了他，我们也没有去找他合影，没有找他签名。搞小朋友要后悔啊！我不知道，原来你也在旁边啊。对，其实挺好玩的。不过就是整体感觉的话，日本还是京都，我们没有去太多的地方嘛，我们只去了京都和大阪。京都的话还是挺有特色的，它是像我们以前的西安那样子的，就是很多的建筑跟我们的西安是很像的。它遗留了很多的这种古建筑，然后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景点，你要是去参观的话它会有一些特别的习惯，你要脱鞋进去之后呢，因为很多地方它比如说它不允许你拍照，它要你按照一个路线行进，就是你不能说我左走或者是右走随意的参观，它可能有一个顺时针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方式啊，你只能顺着这条路线这样子去走，你不能说我是反着人群来走的而且它在不同的点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适合拍照或者说不允许拍照的一个地方，它会有提示，它会提醒你。大家都还是很遵守这个规矩的，就是不会说基本上他们都比较安静，就不会像我们这边参观会有时候会很吵闹嘛。那日本人要求就是会，特别是一些古建筑的那个地方，寺庙一样的地方，他就会要求你一定是要脱鞋，然后一定要按照他的参观的路线，而且你要保持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就是不能喧哗啊，大声喧闹啊，指指点点啊什么的，所以这一点他们还是做的挺好的。一般游客到了那里之后都会入乡随俗，就是按照他的这个习惯去参观。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这边很多时候如果是一些比较偏一点的地方那个房子比如说你没有铺水泥路啊，或者是没有铺什么走道的话，就会很多的泥嘛。像在京都的时候，它有一些寺庙的话，实际上它也没有铺什么水泥路之类的，它都是铺的一种砂石。它这种砂石呢，就比较好的能够过滤掉了一些水分，比如说经常下雨嘛，其实日本也经常下雨，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也碰到了好几天都是下雨的。那下雨的时候，我们这边如果说很多土的情况下，你又没有种草或者是不适合种草的地方，就容易沾上泥嘛，就给人感觉你走路就不舒服，或者是我们就很习惯性的把它铺上水泥，但是铺上水泥之后就感觉没有那种韵味了，就对于一个比较古朴的地方来说，你又弄得很现代化的这种设施或者是说这种路面就破坏那种感觉，对，就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它铺的是那种砂石，铺了砂石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踩上去，首先那个雨它都会过到这个地里面去，然后同时它也不会有积水，就不会说这里一滩那里一滩。另外呢，你也不会沾上泥到你的这个鞋底上面，你都是踩在那个砂石上面嘛，石头上面。他们还喜欢一种就是透明的伞，你知道我们这里其实像那个应该是MUJI吧，MUJI里面应该是有那个透明的伞，日本人就是基本上都只打那种透明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把透明伞。然后我在想，那怎么分得清是谁的呢？人家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分了，反正你的是透明的，我的也是透明的，你的是这个尺寸的，我的也是这个尺寸，那就是直接拿一把走就可以了，对，就没有关系，因为大家带的都是一样的伞，对吧？那个伞我觉得挺好的一点就是，一个是它跟周围的这个景观搭配来说的话，还比较好看，就是不会说我们有一些伞就感觉有一些很漂亮，但是有一些可能就很丑嘛，就是很大煞风景那种感觉。但是它那种伞的话，就是说它的存在感没有那么强一点。哎，对，大家都差不多都是那种伞，然后你就觉得好像看起来还特别特别有感觉，并且的话就是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过分的在意自己的东西嘛，那如果说你都是一样的透明的伞，其实你也不需要说去花这个脑筋去记说这把伞是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对吧？你只要就是守规矩，你放了伞你再拿，你没放伞你不拿就好了。而且他们的那个便利店也都是随时随地可以补充这个伞的，你要是真没有的话，你就随时买一把就可以了啊。它的便利店有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我们这边的便利店一般
尤其是像那个地铁的便利店，肯定都是在地铁站外面嘛。它的地铁里面是有便利店，也有厕所，就是它的这些东西设施很多都是在地铁站里面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很着急，他们的便利店也提供中餐，很多时候会提供一些就是自热式，不是自热式的，就是一些简单的简餐，简单的那个中餐，哎，对，便餐，就是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如果说你很也不是，它会有一个加热的过程，有一些也有微波炉，有一些就是可能像那种串啊或者是什么捞一下呀，在那个里面过一下，反正就是比较容易。对，关东煮。就是很容易加热的食品，所以呢，有一些人如果很着急，就是去办事或者是上班的，他就可以在这个地铁站里面，你可以吃，对，你可以吃东西。你吃完东西的话，你不用出站嘛，你就直接再去搭另外一趟那个地铁去其他地方，就特别的方便。并且它在它的那个公园啊，或者是景点里面，它也有不叫71，他们更多的是那个叫道森吧，好像是当森这个品牌的一个连锁店，反而不是71。它真的是无处不在，就是你在很多你特别需要它的地方，比如你去看梅花的时候，可能在某个梅园里面，它也会有这个店。然后你在那个地铁站里面也有，你在公园里面也有，你在那个哪个景点里面它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设计来说的话是特别合适的，就是特别是一些赶时间的人或者是外地人，你就不需要说特意的去找一些吃饭的地方啊，或者是上厕所的地方，你在这个地铁站里面、公园里面、景点里面，哇，那狗狗好可爱！老在那里抓我 ，sorry， 他一定要出镜了，老在那里抓我，他不能忍受自己不出镜。对呀，是啊，就觉得那个对当时那个便利店的话，非常的多，就很方便。真的像我们这里的什么百里什么宜家、百里城是吧？对，它的数量可能比跟那个数量差不多，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它这个便利性更好，会在这个地铁站里面、公园里面、景点里面会有。我们这边很多时候景点里面都是一些特别指定的，就是价格很昂贵嘛，但是它那里可能好远。对，它可能就不会，它可能这里面的价格可能都是一样的，那你也可以就等于说你可以有一些很及时的消费，并且你也不需要花大的价钱，你就玩得很开心，不会因为这些小事情啊就是苦恼啊，或者是不舒服啊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它的便利店还是很方便的。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寺庙很有意思啊，它的寺庙不像我们这里就是说寺庙感觉就是专门的一些僧人啊或者怎么样来管理，他们可能就是某一个人可以继承自己家祖传的寺庙，就是你可以像一个公司一样，对，你可以像一个公司一样去继承它，然后你不是说非得要天天开，你可能就是你可以平时去上班，然后到了某个时候你还可以去开这个寺庙，然后让大家来那个信奉啊，去就是祈福呀什么的。他也还可以这样。对，他有一些可以提供那种上门服务的，就是给一些人，比如说有些人家人需要祈福，他可能这个人可以到某个人家里去。对，他当然这个也不是说所有的大的都是这样啊，他就是有一些小型的是这样子的。他们的那个寺庙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就是特别是在京都这样的地方，你没走多远，你就会感觉到，哎，怎么又有一家寺庙啊？好像都差不多，怎么又有一家呀？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有一些它其实是私人经营的，对，有些是私人经营的，就很有意思。这很不一样。对，这个很不一样，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因为他们不存在说就是比如说一定是要剃度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平时就是正常的上班人，但是他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穿着打扮上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并不需要说你比如说你是要剃度的之类的，他是没有这个要求的啊。很有意思哈。我觉得日本的文化跟国内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他们也很安静。是的，他们也很注重，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一天到晚点头90度鞠躬。我看我那些日式企业里面的客户，他们可注重这些就是官员职位的这种阶级之分的感觉。
是可能对于职场上的日本人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是游客嘛，所以我们可能没有比较深的去感受到他的职场上的这个氛围，我们更多的只是感受到他的这个景点啊，或者是他的一些当地人的生活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对于他职场上的一些东西，只是通过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文学作品才了解得到，我们去当地可能没有感知得到太多。我感觉他们特别精益求精啊哈！你看，就是丰田呢，很多一些好的企业，他们真的是很精益求精，把东西做到极致，管理啊这些，是，如果说你看日本人的作品，你就会发现，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商业方面的东西，对，他们是很特别注重这个细节，然后也会从很小的事情上去要求自己，所以他们在这个精细化管理上面，或者说这个产品的推陈出新、精益求精上面，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真的需要向他们学习的。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就是有时候国情没办法，就是国家比较小，然后没得选，然后就只能努力的去把东西做到最好，做到头部，就可能就我觉得都会，就是不同的环境真的是大家面临的挑战不一样，就反而会激发他的潜能，对不对？对，可能这也是一个方面吧，我觉得就是或者说他们性格里面会有这种因素在里面，会或者是你说的这个资源的匮乏，会让他不得不往其他的方向去寻找突破点，所以呢，他必须在这个细节上做得更好，他才能生存，才能够发展，可能这也是一方面吧。反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如果说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用的，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以前可能是比较粗放性的这个发展嘛，那以后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企业来说的话，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做得更好的话，肯定精细化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的这个劳动力的优势是在越来越少嘛，或者说在丧失，那这样的话，你肯定要从比如说你的技术手段上啊，或者你这个创新能力上啊，或者这些细节上去进行突破，你才有可能学习，对，你才有可能在世界的这个制造业的舞台上能够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吧。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凭以前这种比较粗放的发展的话，肯定会就是有一些企业可能很难生存下去。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国内现在很多的企业也做得越来越好了，我们去看我们平时日常用的东西就知道了，以前可能你用一个小东西，你很难找到一个又精致又好用又便宜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东西，对它的价值，它的质量越来越好，但是它的价格越来越越美丽，你会觉得说对，又便宜又好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也是中国企业也是有非常大的进步嘛。我们可能就是在慢慢的变成以前台湾的那种能力，再慢慢变成日本的能力，再慢慢变成德国的能力，那我们以后可能就能够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这个就是生产型的一个我们的企业就能够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一个企业，能够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我觉得能够去向不同的国家学习也是蛮好的。对，真好。你看，我觉得其实从旅行啊，去看这些国家的文化呀，去跟他们学习这些好的地方，真的也会帮助我们做得更好。也有这个意识，各种。对，你说的没有错。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还挺久的了，一下子聊了1个多小时。对，没事，我们这个多好啊！我觉得可以，就是看一下有专题的时候再来一起多聊一聊。是啊，我们可以下次再讨论。我觉得读书这一个话题也很多，就是蛮有意思的。没错。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也感谢在线的朋友们不管你们在不在听，我们都希望就是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跟大家去交流。我们会推出不同的话题，然后看看大家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兴趣，可以给我们留言，给我们发信息，我们也可以去找其他的朋友一起来跟我们对话，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希望通过就是视频号这个平台能够给自己一些锻炼的机会，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个对话的节目。好的，Gabriel。好，谢谢。
好的，好，那谢谢大我们就下次再家。聊了。感谢送礼物的朋友们哈，感谢你们的爱心。好的，好，拜拜拜。拜。